今天我们来聊聊流感疫苗年年接种的话题。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医院和诊所总会提醒大家该去打流感疫苗了。很多人心里会有疑问，去年不是才打过流感疫苗吗？今年为什么还要再打？流感病毒真的每年都在变来变去，非打不可吗？还是制药公司只是不断宣传，想让我们年年打好赚钱？也有人觉得流感不过是重一点的感冒，身强体壮，不怕得流感，用不着每年打疫苗吧。还有人担心每年往体内打这些不自然的东西，会不会对身体不好？流感疫苗年年打，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玄机？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带你了解3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首先，要知道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要打，就得先了解流感病毒是一个狡猾多变的对手。和其他许多病毒不同，流感病毒最擅长的就是变身，它的基因组非常容易产生突变，导致病毒外表的关键结构改头换面，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认不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同样是流感病毒，今年流行的毒株和去年可能已经长得不太一样了。流感病毒的变异大致有2种程度，一种是小幅度的基因突变，称为抗原漂移，就好像病毒换了一件新外套，稍微改变了模样，但并没有脱离原本的框架。另一种则是剧烈的变异，称为抗原转变。这种情况下，病毒相当于整容变脸，基因产生大幅重组，出现全新的亚型，我们对它毫无免疫防御。抗原转变虽然少见，但一旦发生，就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几次因抗原转变而造成的大流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那场流感在全世界估计夺走了5000万条人命，让当时的人们闻流感色变。之后，人类又经历了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以及最近的2009年 H1N1 猪流感。这些流感疫情之所以如此严重，正是因为出现了全新的病毒亚型，人群缺乏免疫力，病毒才能肆虐传播。好在这种全新的病毒亚型出现机会不高，大部分年份我们面对的还是常见类型的流感病毒。不过这绝不表示可以掉以轻心，就算没有全新的亚型，流感病毒也在不停的小幅变异，病毒表面的蛋白每年都可能发生几处细小的改变。别小看这些细微改变，它们就像小偷偷偷换了锁头里的几颗齿轮，让去年你的钥匙今年就插不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得过流感，今年还是可能再度中招，也难怪去年的疫苗到了今年保护力就下降了，因为病毒已经偷偷变换了装扮，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它的识别和攻击效率都会降低。另外，人体随着时间推移，对流感的免疫力也会逐渐减弱，尤其是老年人的保护力下降更明显。因此，每年接种疫苗也能帮助把免疫防线重新拉高。面对这种年年变脸的病毒，人类只能见招拆招。全球的流感专家们每年都像侦探一样追踪病毒的最新动向，在全球各地有上百个流感监测实验室，全年无休地留意病毒的动态。一旦发现新的病毒株或异常的疫情，就会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召集科学家开会，预测今年秋冬最可能流行的流感病毒株是哪些，并据此推荐当季疫苗的组合。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季节性流感主要由甲型和乙型2类流感病毒引起。甲型流感病毒依据表面 H 和 N 2种蛋白的差异，分为许多亚型，例如 H1N1 与 H3N2 就是常见的2种。甲型病毒常在禽鸟、猪和人之间交叉流行，也是历次大型流感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乙型流感病毒则只有少数型别，主要在人类中传播，变异速度相对较慢，但每年仍会造成季节性流行。现在使用的流感疫苗通常是4价疫苗，也就是同时预防4种流感病毒株，包括2株甲型，通常选择 H1N1 和 H3N2 各一株，以及2株乙型，分别涵盖乙型病毒的2个不同谱系。有了这样的组合，无论当季流感是哪一型病毒，大多都在疫苗的防护范围内。另外，
由于地球上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流感季节相反，全球专家其实每年要分2次为不同半球制定疫苗方案。例如，南半球的国家通常在每年5月到9月迎来流感高峰，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会在每年年初公布南半球当年的流感疫苗推荐组合，而北半球国家则在秋冬进入流感季。疫苗组合名单通常于每年中旬确定，好让下半年开打的疫苗跟上最新的病毒趋势。制造新的流感疫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通常需要提前半年就开始准备。许多流感疫苗是利用鸡蛋培养病毒制造的。没错，一枚枚鸡蛋就是病毒的小工厂，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疫苗，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工序，所以专家们必须提早预判病毒的走向。如果预测准确，疫苗就能提供良好保护。要是病毒临时玩出新花样，出现超出预期的变异，那么当季的疫苗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但即便如此，每年根据最新毒株更新疫苗，仍然是我们对付流感最有效的手段。顺带说说流感疫苗本身的发展历程，其实人类能每年制造出对应的新疫苗，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1918年的大流行之后，科学家才意识到研制流感疫苗的迫切性。不过，早期科学技术有限，直到20世纪40年代，研究人员才在实验室成功培养出流感病毒，并制造出有效的疫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投入资源，终于在1945年前后让第一批流感疫苗问世，用于保护军队士兵。战后，流感疫苗开始在民众中推广应用，随着时间推进而不断改良。从最初的单价疫苗，也就是一次只能预防一种毒株的疫苗，到后来的2价、3价，乃至如今的4价疫苗，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广。早期的疫苗生产效率低，产量有限，如今的技术则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数亿剂疫苗供全球使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才建立起现在这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防线。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与流感长期搏斗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简而言之，流感疫苗需要年年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病毒本身在不断变化。去年打的疫苗是为了对付去年的病毒，到了今年它就不再100%适用了。想要免疫系统时刻都拥有针对最新敌人的武器，就得不停更新。每年的流感疫苗就好比替你的身体安装最新版本的防毒软件，才能及时侦测并消灭那个不断变装来入侵的流感病毒。谈完病毒的多变，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就是流感的威力其实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很多人以为自己年轻健康，不把流感当回事，觉得就算中标也不过是发烧几天，多喝水休息就好。然而事实上，流感可不是一般的小感冒，它可能引发的并发症足以致命，尤其对某些族群来说更是如此。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流感和一般感冒完全是两回事。普通感冒通常症状较轻，很少引发严重后果，但流感病毒可没那么客气。一旦感染流感，你可能会突然高烧、肌肉剧痛、全身乏力，往往病得倒在床上动弹不得，而且症状持续时间长达1到2周。这还只是顺利恢复的情况，如果运气不好，流感可能带来各种可怕的并发症。流感最常见也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就是肺炎，特别是在老年人身上，流感病毒往往会削弱呼吸道防御，让细菌有机可乘，引发严重的支气管炎或肺炎。对于上了年纪的人，一场肺炎就可能是致命的打击。此外，流感还会让原本有慢性疾病的人雪上加霜，比如本来有气喘、糖尿病或心脏病的人，得了流感后病情可能恶化。研究也发现，在流感感染后的1、2周内，心肌梗塞，也就是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都会显著升高，尤其是对老年患者而言。换句话说，流感不仅仅攻击你的呼吸道，它可能对全身上下都带来连锁反应。每年冬春季流感高峰时期，医院的加护病房里常常挤满了因流感而引发肺炎或其他并发症的病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每年全球有数十万人死于流感相关的原因，其中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和高危险族群。
就算是在医疗先进的国家，每年的流感季也会造成成千上万人住院，甚至死亡。大部分年纪超过60岁的长者，他们的免疫系统已不如年轻时强韧，一旦感染流感，更容易出现致命的并发症。其实，许多流感死亡病例发生在原本看似健康的长辈身上，平常也许只是有点高血压或心脏不适，但一次流感就可能引发肺炎合并心衰竭，让人措手不及。医护人员每年都会遇到类似的憾事。举个典型例子，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平日身体还算硬朗，觉得自己少有生病，就没有去接种流感疫苗。结果在某年流感季，他不幸感染了流感。刚开始只是发烧、咳嗽，以为在家休息就能好，不料短短几天内病情急转直下，他出现严重的肺炎呼吸困难，不得不紧急送医。即使医生对他进行了插管治疗，使用叶克膜等积极抢救，老先生最终还是因肺炎引发的多重器官衰竭离开了人世。这场悲剧让他的家人无法接受，谁也没想到一场看似平常的流感竟夺走了一个原本健在的长者的生命。除了老人之外，婴幼儿、孕妇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也是流感特别青睐的对象。幼小的孩子免疫系统尚未成熟，一场流感可能迅速恶化，他们还可能因高烧引发热性痉挛等问题。孕妇则因生理变化，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流感可能导致母体重症，甚至影响腹中胎儿。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像是肺部不好、肾脏不好、免疫力低下等等，流感都可能成为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有时流感对年幼的孩子也是致命的威胁。新闻上曾有报道，一名原本活泼健康的3岁女童感染流感后高烧不退，第3天突然抽搐昏迷，被诊断为流感并发脑炎。尽管医疗团队全力治疗，仍无法阻止病毒对她大脑的伤害。短短不到1周，这个幼小的生命就因流感离开了人世，令她的父母陷入无尽的悲痛。谁能想到一场流感会对一个孩子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当然，你可能会想，自己既不是小孩也不是老人，身体壮得很，这些严重并发症应该轮不到自己。年轻确实是优势，但并不代表绝对安全。流感病毒有时也会重创年轻人。以2009年的 H1N1 猪流感为例，当时就有不少年轻人和壮年患者罹患重症，甚至丧命。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所谓细胞激素风暴，导致身体严重受损。所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也不是完全不会因流感出问题，只是几率相对较低而已。我们无法预测谁会遇上严重并发症，因此预防才是上策。正因为流感有这么多潜在的可怕后果，每年打疫苗才显得格外重要。尤其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每年定期接种流感疫苗更是不可或缺。否则，一场看似普通的流感引发的并发症，可能就足以夺走宝贵的生命。千万别认为流感只是小病而轻忽，实际上它对人体的威胁一点也不小。最后，我们来谈谈第3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就是流感疫苗本身藏着的意义和好处。许多人对流感疫苗存在一些误解，导致他们不愿意接种。其实，流感疫苗对你的保护远远不止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不少人担心打了流感疫苗反而会得流感。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流感疫苗绝对不会让你染上真正的流感病毒。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大多是以灭活的病毒或病毒的部分片段制成，根本不具有引起完整感染的能力。打疫苗后有时手臂会酸，可能出现低烧或倦怠，那其实是你的免疫系统在认识病毒成分，建立保护的表现，而不是你感冒了。有人或许有过打完疫苗没多久还是生病了的经验，便怀疑是疫苗让自己染病。事实上，那往往是因为你碰巧在接种前后感染了其他呼吸道病毒，像是一般感冒病毒，或者正好在抗体尚未产生的空窗期内感染了流感。要知道，打疫苗后大约需要2周时间，身体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在这段时间里，你仍可能感染流感，所以接种时间最好提前在流感季开始之前。总之，流感疫苗本身是不会让你得流感的，这一点非常肯定。再来，
很多人觉得流感疫苗的保护力有限，就算打了也不一定100%有效。那为什么还要打？确实，流感疫苗不像某些儿童期的疫苗那样效力接近100%，因为流感病毒会变异，而且每个人体质不同，疫苗效力通常在50%左右浮动，有时某年病毒变化较大，保护力可能更低些。但千万别小看这50%。试想，如果本来你在流感季节有很高的几率会中招，打了疫苗后把风险降低了一半，这意味着你少受一次罪的机会大大增加。另外，就算接种者不幸还是感染了流感，许多研究显示，接种疫苗能显著降低重症和死亡的发生率。换言之，打了疫苗的人即便得病，通常症状较轻，病程较短，较不会演变成肺炎等危险并发症。想象两种情境，一种是没有接种的人高烧不退，躺倒在床，甚至并发肺炎住进医院；另一种是已接种的人就算中招也只是轻微发烧几天便痊愈。这差别可能就是疫苗带来的效果。所以不要因为疫苗不能提供100%的防护就轻忽它，毕竟能降低一半甚至更多的风险，已经是很值得的事情。流感疫苗的另一大价值在于，它能保护社区和你身边的人。试想，病毒每传染一个人，就像点燃一根火柴。如果这个人已经接种疫苗，体内的抗体就像浇上水，让火熄灭，病毒无法继续蔓延。当社区里大部分人都有免疫时，病毒往往传不了几代就断裂，自然掀不起风波。这就是群体免疫的力量。相反地，如果只有少数人接种疫苗，病毒就容易在人群中一路传下去，感染更多易感者，造成严重流行。特别是有些人群自身无法接种或无法产生足够免疫力，比如6个月以下的婴儿还不能打流感疫苗，又或者有人因为免疫缺陷或对疫苗成分过敏而无法接种，这些脆弱的人就需要依赖别人来间接保护。如果你家中有尚未满半岁的婴儿，他们完全仰赖家人，不要把病毒带回家。同样地，如果家里有年长的爷爷奶奶，他们打了疫苗，仍可能因免疫力差而防护不足。年轻人如果也一起接种，就能降低把流感传染给长辈的几率。每接种一个人，就等于帮全家人多筑起一道防线。事实上，孕妇接种流感疫苗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仅保护了妈妈自己，孕妇体内产生的抗体还会透过胎盘传给胎儿，让新生儿在出生后头几个月内也享有部分免疫力。这对于不能直接接种疫苗的出生宝宝来说尤其宝贵。可见，打疫苗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替你爱的人，你周围的脆弱族群加上一把保护伞。谈到这里，也顺便提一下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有些人还担心年年接种疫苗会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或让免疫系统疲劳。事实上，完全不需要担心这点。流感疫苗所引发的免疫反应，就好比让身体进行一次演习，产生保护性抗体的同时，并不会损伤免疫系统。本身健康的人每年打疫苗是非常安全的，而对于免疫机能较弱的长者而言，每年接种更是提升防御的必要措施。现代的流感疫苗生产有严格的品质管控，经过无数临床试验证明安全有效。除了手臂注射处可能有1-2天的酸痛，以及极少数人会有短暂发烧或过敏反应外，流感疫苗总体上非常安全。要知道，感染流感本身带来的风险可比打疫苗高多了。与其担心疫苗的不良反应，不如担心不打疫苗时流感找上门的可怕后果。顺带一提，治疗永远比预防来的被动。市面上虽然有抗流感病毒的药物，例如奥司他韦，也就是俗称的克流感，可以在感染初期减轻流感症状并缩短病程，但是这类药物必须在感染后48小时内尽早服用才有效。许多人刚开始以为只是普通感冒而错过黄金治疗期，等到病情加重再用药往往为时已晚，而且药物也只能减轻部分症状，无法保证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不要抱着生病了再吃药的侥幸心态，能事先预防，就不要等到感染后才来后悔。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的科学家其实一直在努力研发通用流感疫苗。这种未来的梦想疫苗目标是针对流感病毒不容易变异的部分来诱发免疫，一劳永逸地提供长久保护。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我们或许就不必年年打流感疫苗，
然而，截至目前，通用疫苗仍在研究之中，离真正应用尚需时日。因此，在未来的科技突破到来之前，每年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仍然是我们防范流感最有效的策略。总而言之，流感病毒善于变异，每年都在挑战着人类的健康。流感疾病可能造成严重乃至致命的后果，而流感疫苗则是我们用来对抗这个隐形杀手的重要武器。年年接种流感疫苗，也许让人觉得麻烦，但这件事的价值却不容小觑。小小一针不仅可能救自己一命，也可能挽救你所爱之人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推行流感疫苗的公费接种计划，对高龄者、幼童、孕妇等高危人群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疫苗接种服务。从公共卫生角度看，这不仅保护了弱势族群，长远也减少了庞大的医疗支出，对整个社会都有利。希望了解了以上3件事之后，你对流感疫苗有了新的认识。当下一次流感季节来临时，别忘了为自己和家人按时接种这支宝贵的疫苗，为健康多添一份保障。